金嘛，你当然是金嘛就发财了。是金嘛，你发财了，看你捡了个金娃娃，你当然是金嘛就发财了。发财了是吧？你好好保护保存这个呀。1998年的一天，在昆明市东川区一场暴雨过后，陶家小河的村民丁发平在自家附近的河道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像葫芦啊，像小娃娃呀，像瓜呀。这块石头像是被人工加工过一样，更重，形状像一个葫芦。更神奇的是，在河水的映衬下还发出耀眼的金光。丁发平像是捡到了宝贝一样，赶紧把石头抱回了家。你看我捡了个哪？这个东西给捡过了。呀，别见过这个，呀，太漂亮了，这个你给捡过？别见着过。夫妻俩拿着这块金黄黄的石头，爱不释手。那诱人的颜色让他们兴奋不已。这金光闪闪的石头，不会就是金子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就发大财。然而欣喜之余，夫妻俩心中又泛起了嘀咕，难道自己真的有这么幸运，天上会掉馅饼吗？可是看到手中金光灿灿的东西，又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金子。这块重达30多斤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金子？如果真是金子，最少估值500万人民币。思来想去，丁发平决定找村里的老人鉴定一下。于是丁发平小心翼翼地抱着石头，找到了村里一位100多岁高龄，在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奶奶在屋的那个，在屋呢，我在捡菜。来我看看这个你，我看看这个是哪，在河塘里面捡的。在河塘捡的嘛。老奶奶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后，说出了丁发平期待的答案。金嘛，你当然是金嘛就发财了。是金嘛，你发财了，看你捡了个金娃娃，你当然是金嘛就发财了。发财了是吧？你好好保护保存这个呀。老人姓丁，世代生活在这偏僻的山村里，在旧社会中，他家可是个大户人家，穿过金戴过银，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大家小姐。听到他这么一说，丁发平别提有多开心，他还特意为这件宝贝起了个名字，叫金娃娃。回到家后，丁发平害怕被别人知道，将金娃娃放到衣柜里藏了起来。从此以后，便经常来到河边散步，看能否再次找到这样的金娃娃。1998年，昆明市东川区陶家小河村民丁发平在河边意外捡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因全身长满金子，被称为金娃娃。像葫芦啊，像小娃娃呀，像瓜呀。谁料经过专家鉴定后，结果令人目瞪口呆。回到家后，丁发平怕惹是生非，将金娃娃藏了起来。然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丁发平在河里捡到金娃娃的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与此同时，东川区的一位奇石爱好者也专程来到丁发平的家里，想要目睹一下这传说中的金娃娃。首先这个石头它的外形吸引我，它圆形或者椭圆形，而且它这种圆形规矩到你无法想象，像那个机器加工出来的一样，但确实它是天然的。而且就说它这个诱人的金黄色，让人产生了那个无限的遐想。郑世全是一位奇石爱好者，家中收藏了全国各地很多造型独特的观赏石，但像这种如此特别的石头，他生平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他就想出高价钱收买这块金娃娃，然而却被丁发平当场拒绝了。那个村民的话，就像抱到一个那个宝贝疙瘩，他不想卖。在他心里面，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一定以为是个宝贝，肯定跟黄金有关，所以他坚持不卖。听说有人想要高价收买张发平的金娃娃，村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赚钱的路子。无论男女老少，陶家小河村的村民们开始纷纷下河寻金，一时间一股淘金热在陶家小河村蔓延开来。因为东川历史上有过金矿，所以最早出来给人的感觉，它会不会是跟黄金有关？世界上的黄金主要以盐金和沙金两种形态蕴藏于地下。盐金是在最初地球形成时，火山爆发、古造山运动等原因，将金元素从地核中喷出形成的。而这些盐金又经过日照风化、狂风暴雨、洪水泛滥，最后在河滩地段沉淀后，形成了沙金。早在5年前，华东地质勘察局在东川北部金沙江畔一片总面积达162平方公里的地区勘察到了储量丰富的黄金，并且已经确认是世界级的第3金矿波卡金矿。而陶家小河村距离金矿不到300公里，
会不会这里也有黄金的存在？而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自从丁发平捡到金娃娃后，就再也没有人捡到过这样的金石头。这圆头圆脑的金娃娃好像在陶家小河村消失了一样。然而几个月后，又一场暴雨突袭了陶家小河村。这一次，河道中沉积了更多的泥沙和泥块。雨过天晴后，村民们意外地发现，几乎在同一河段，这些金娃娃又出现。一场暴雨过后，村民在河边捡到了数枚金娃娃，谁知拿给专家鉴定后，全村的人都不淡定了。河滩上这个外面的人也来捡，东川境内的也捡，所以就开始村里面大量的就开始捡。但是平常看的很多，但是一开始一捡就不多了。村民发现金娃娃每次总是在大雨过后出现，于是丁发平推断，这些金娃娃很可能来自河滩上游的某个地方。如此看来，这些金光闪闪的石头一定是从山上被大雨引发的洪水冲刷下来。得知这个消息后，村民们纷纷拿起工具上山寻宝。村民上山这一找不要紧，一找全是宝。他们发现在陡峭的崖壁上镶嵌着许多圆头圆脑的石头，样子与周围棱角分明的岩石显得格格不入，但与丁发平的金娃娃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他们全身呈灰黑色，暗淡无光。此时步行了5个小时的村民们，除了看到悬崖上这些灰秃秃的原石，连金娃娃的影子都没看到，这让他们很是沮丧。这些金娃娃到底藏在哪里呢？正当他们苦苦寻找的时候，村民们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我是去找三叶虫的时候，那就发现三叶虫的下边，我们学地质都知道下边有个黑色层，这个厚度在20米到50米。那么这个黑色层里边呢，往往呢是没有化石，但是有石胆。张教授是地质学方面的专家，他所说的石胆正是村民在半山腰上看到的灰黑色的原石。后来呢，我就说告诉老乡，我就说这个东西是你们这里的一个财富，你们应该想办法去开发它。村民们很是纳闷，这些灰秃秃的原石除了外形很规整，像人工雕凿的一样，和其他石头没什么区别，怎么会是财富呢？原来这种石头非常的难得，它们早在寒武纪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距今已有5亿年的时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很多碳酸钙类的物质在泥沙中逐渐凝聚起来，最后凝聚成团，慢慢的累积，越来越沉，越来越重，加上外界给它施加巨大的压力，然后就逐渐变成了球形。随着地质运动的抬升以及风化的作用，它们就裸露了出来，最后经过大雨的冲刷，就滚到了我们的面前。听了张教授的分析以后，村民们很是好奇，有人就开始在原石上敲打。然而这一敲不要紧，一敲竟把金娃娃给敲了出来。村民们发现，只要用硬物敲开这些石头的外皮，就会有金黄色的物质显露出来。原来这金娃娃就隐藏在这些灰色的石皮下面。不仅如此，更有村民尝试用草钻直接腐蚀石头表面的包浆，这样效果更好。如此一来，陶家小河村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金娃娃。然而真的会有这么多黄金存在吗？而且还都镶嵌在悬崖上。丁发平开始有点怀疑了。当时他来说这个是不是金矿，值不值钱？我说这个首先告诉你，这个名字呢，这个叫硫铁矿，俗名呢也可以叫它宜人金。听到张教授的结论后，村民们大失所望，他们认为张教授仅凭肉眼看就得出答案，这让他们有些不甘心。村民们决定用最为严谨的科学手段来证实金娃娃的身份。于是丁发平将一块石头的样品寄给了中国地质大学，请求那里的专家帮助鉴定。是黄金那就发财了，不是黄金那肯定失落嘛。要是他一说这就是黄金，那我心里面恨不得把那一块的送给他，我回来赶紧把火山里面钱不捡到，那我就不发财了。一心想要发财的丁发平在家急切等待着鉴定结果。而地质大学的实验室中，丁发平寄来的样本也有了检测结果。那我们从肉眼来鉴定来说呢，它应该属于铁的硫化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黄铁矿。那么我们经过这个仪器检测以后呢，它是确认了它就是黄铁矿。这种由硫化铁组成的石块叫黄铁矿，它是由硫化铁结晶而成的。正是因为硫化铁结晶，才具有这种闪烁的黄色，经常让人们错认为是黄金。然而在人们的印象中，石头一般都是不规则的，
为什么陶家小河村发现的矿石却大多都是规则的球状、弹状和葫芦状呢？那就说明当时这个石胆它处于一种还原的硫化铁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还原的这个物质，这个液体它可能包围了它，所以它可能会围绕着它的这个形态呢长了一圈。这次金娃娃的真实身份终于水落石出了，它们其实就是结晶成金黄色的硫化铁附着在圆形的石胆上面，最后变成了村民口中的金娃娃。那么这些金娃娃难道就一文不值了吗？张教授告诉我们，其实这种奇石是非常有价值的，毕竟它是形成于5亿年前，而且这样绚丽的颜色目前只有当地才有，所以这种奇石还是极具有价值的。你觉得这样一块金娃娃能值多少钱？欢迎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